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速冻饺子，简单省时又省事，但是很多朋友煮出来的饺子要么没熟，要么煮的时间太长，饺子发黏口感特别不好，要么就是饺子破皮露馅儿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煮速冻水饺的小技巧，煮出来的速冻水饺和现包的一样，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，鲜香味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，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，很多时候来不及做饭，就会选择煮上一点面条或者水饺。其中速冻水饺就是大部分人的选择，它的做法简单，放入锅中几分钟就能品尝到美味，而且饺子里可以包各种馅料，营养也更加全面。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在家里的冰箱里备上一点速冻水饺。一些朋友在闲暇时就会自己包上一点水饺，放在冰箱里冷冻着慢慢吃。但其实不管是自己包的水饺，还是购买的速冻水饺，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都是硬邦邦的。方法一，饺子从冰箱取出后，先不要着急去煮，而是应该先放在一旁静置一会儿，让其稍微解冻，大概5分钟的样子就足够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烧水，准备来煮饺子。往锅里倒上足够量的清水，开火将其烧热，不要将其完全煮开，这样再来煮饺子的话，是很容易破皮、开裂的。正确的操作方法应该是把水烧至70度左右，温热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先往里面加上1勺盐，然后接着再把饺子下进去。下进去之后，先开着盖子煮一段时间。俗话说得好，开盖煮皮，盖盖煮馅，开着盖子先把饺子皮煮熟，这样就不容易露馅了。然后再盖上盖子继续煮，这个时候就是在煮饺子馅了。煮至锅内的水沸腾以后，咱们往锅里倒上半碗清水，接着继续煮，再次煮到沸腾之后，再来半碗清水，接着继续煮。这一次煮沸之后，饺子差不多就熟了。看到饺子飘在水面上之后，这样就说明煮到时候了。这个时候关火出锅即可。吃饺子，我们还可以搭配醋、大蒜等等一起吃，吃起来贼过瘾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谢谢大家了。方法2，首先在煮速冻饺子之前，千万不要解冻，那样煮出来的口感不好，而且容易粘连在一起，又容易露馅。准备好速冻饺子以后，接下来起锅往里面多加入一些清水，然后开启大火烧水，将水温控制在70度左右，也就是锅底冒小气泡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我们调成中小火，舀2勺水出来备用，然后往锅中加入1勺食盐，加盐煮饺子，能够使饺子皮更加的紧致，同时也使其不容易破，而且能够使速冻饺子表皮的冰霜更加快速的融化，从而缩短饺子在锅中煮制的时间。食盐入锅中以后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好之后下入饺子，然后继续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让饺子受热均匀。接着开启大火，对饺子煮制，这一步骤千万不要盖盖子，盖盖子的话，饺子容易粘连在一起，也更容易破皮。煮开以后，往里面加入1勺冷水，主要目的是让锅中的水温快速的降低下来，防止饺子发生胀肚，把外皮给撑破了。整个过程也要不停的搅拌，这个时候把大火转为中火，防止水温过高。再次煮沸腾以后，加入第2次凉水，搅拌至第3次煮开后，加入提前舀出来的温水，点3次水煮开后，饺子就差不多已经煮熟了。
喜欢吃稍微硬一点口感的朋友，就可以控水捞出来装碗。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饺子，个个都是晶莹剔透的，也不会破皮露馅。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去试一试吧。方法3，水饺要有一个回温过程，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温度差，至少提前20分钟把速冻水饺取出，放洗菜盆或汤碗内。水饺之间要保持间距，防止速冻水饺放冷而冻在一起。倒入足量清水，需要没过水饺，基本能回温到2度左右，这样就能减少接近20度的温度差。如果是开水下锅，过高的温度差反而会容易破皮。如果冷水下锅，温度一时半会提升不起来，容易煮成一锅片汤。煮速冻水饺，80度的水温最合适，恰巧能完美避开冷水与开水的缺点，不容易粘连破皮。在速冻水饺下入前，切记要加入2物：食盐和玉米油。把锅内的汤水烧到锅底密布细小的水泡，响水声也尖锐悦耳，便是80度左右的水温。这时调入食盐碧玉米油1小勺，能最大程度防止煮冻饺子粘连破皮。煮速冻水饺还要注意手法与火力，下冻饺子前要先用漏勺或手勺沿着锅边推动，带动着汤水旋转起来，形成漩涡。这时下入的冻水饺也会随着汤水的涡流旋转，彼此之间就不容易粘连在一起了，也不容易粘在锅底。还要注意火力不能太大或太小，要全程选择中火煮，这样火力不至于过大或过小，冻饺子自然而然就不容易破皮进水了。冻饺子一次不能下入太多，不要怕费事，可以多煮几锅。一锅饺子全部下入之后，先开着盖，继续用漏勺或手勺沿着锅边推动，带动着汤水旋转，冻饺子也随着涡流一起转动，饺子就不容易粘边粘底。盖上锅盖，每次开锅后都要加入小半碗清水，再次用手勺沿着锅边推动，形成涡流。前后要3次盖上锅盖，3次开锅，3次加入少量清水，第3次煮开后，速冻水饺就煮好了。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个个都非常完整，而且不破皮，没有粘连，吃起来非常好吃，跟刚刚包出来的饺子是一样的。在煮饺子的时候，咱们也可以准备一些蘸料，比如说准备一点蒜泥或者是陈醋之类的，这样用饺子蘸着吃就会更好吃。煮冻饺子，冷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？都不对，教你一招不破皮不露馅。以上就是关于煮速冻饺子的方法，不知道朋友们学会了吗？如果对于煮速冻饺子，你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这样我们就能在交流中收获更多。对此我非常的期待。好了，今天的美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了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